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1月18号。比特币昨天一根螺旋 K 线已经如期回到上轨道内。当然，这一波早在这一根 K 线突破我个人第二个上涨目标位$20,700的时候，就有跟大家判断，因为第一个目标位是在18000啊，第二个上涨我是一度直接修正到$20,700，这一路三根 K 线是又爆上来。但是短线我在3天之前跟大家预判，有可能目前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会进行一个箱体的震荡，主要是上方22000附近有一个压力区啊，包括昨天的视频有再跟大家提到，这个位置同样也是周线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压力位，或者是短线朋友也是在问，因为低档我们有买的 15K、16K， 我个人是选择继续报，包括粉丝朋友50倍的杠杆，15K 开的多单，目前也是接近13倍的利润，选择在报。或者是有些朋友这一路涨上来，我给大家修正了几个买点，这个位置有命中过，这个位置也有命中过，但是很多朋友就是不听，空方一直站在空方，现在又在问比特币到底会不会压回来？那我等下来跟大家讲一下，今天首次给大家这一个多单的买点$20,300，非常的巧妙的一个位置，在前面的几个图形要怎么去观察它的一个支持点，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质押转换位置，所以不排除前面的这个下影线为什么也是在踩这一个$20,300，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有图，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 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整个日线已经是回到这个布林线上轨道内了。那前面上去的时候，1天、2天、3天、4天、5天、6天、7天、8天、9天，昨天这一根螺旋 K 线已经非常的明显，就是上面可能会有压力，包括这个布林线的上轨，它也来到这个$20,200附近啊。这个压力位，我们看裸 K， 就昨天跟大家讲，前天也是在跟大家讲，因为上一次的这个 N 型的位置，这个高位当时崩盘的时候有一个大量啊，所以我估计可能这个位置需要时间来震荡一段时间。那至于如果要在做的朋友，我这几天教的方法就是4个小时的布林线，很明显的观察它是一个上升的趋势。那上升的趋势早在这个位置就跟大家讲有上升的趋势，你就利用1个小时压回的布林线下轨去买。这几天其实在这一个高位举行震荡的时候也是有买点啊，下轨买，上轨出的时候平仓。上轨出的时候平仓，下轨买，上轨出平仓，下轨买，上轨出平仓。但是短线我感觉有一点难了，我估计有可能会不会有一次压回，因为日线在这一个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个$20,300，我们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这一根 K 线它的低档位置在 FTX 交易所危机崩盘的时候，这边是前面的这一个上影线有一个质押转换的位置，而且是趋势本来好好的突破往下跌的这个位置，所以估计$20,300，因为上一次这一个下影线就是踩在这个附近，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既然现在是判断举行震荡，那你尽量看还有没有压回这个位置，而且这个位置同样也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在11月份或者是10月份这整个区间，它这边不是连这个高点都突破了吗？但是后面是最终破，所以现在上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质押转换位置，同样也是周线跟大家讲了几天，它现在就是一个门神的结构，会回的下去吗？回的很深吗？包括手上有多单50倍的朋友也是经常在问，到底要不要平？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还是没平50倍的杠杆目前是接近13倍的利润。我是想跟大家讲一下，它现在这个位置门神的形态能不能进行3周的整理，已经讲了几天我们去观察一下它的，比如说几条均线，我们把60的关掉，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，这一波上来已经突破了这个20MA， 而且是一个门神2根 K 线在呼应，就是这一根下杀在下面底部卖掉的筹码全部都在后悔。那会不会短线马上上去，还是说会不会有压回？我估计压的不一定会很深因为我们观察一下历史上的几个位置，这2天也是在跟大家讲，当时18年的这一个底部，19年这是不是一个门神？突破的时候，这边是在横盘的3根，压的并不是很深，然后后面是再上去。那我们再观察一下，还有一个位置是在哪一个位置？就这个位置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，当时周线是在突破这个20MA，
在这个位置横盘了7到8周，所以我现在的一个问题是，就是担心它会不会像这种横盘，因为这2天是跟大家讲，前面在19年的这一个底部，它的时间，这个门神底的一个时间是比现在的要长。那如果比现在要长的一个结构下，人家是整理了3根就上去，所以现在的这个位置，如果是类似这个位置突破，它有没有可能时间会在这个位置横盘7到8周，让一些没有耐心的人在这个位置继续下车？因为这个位置时间确实是比19年、18年那一个时间要短，所以我估计这个位置会不会横个一段时间？至少现在看到一个现象，就是20枚已经站上了。那我的观点是，反正有压回或者是多单有在手的朋友，还是继续给我实抱住。因为昨天在 Discord 上面也是在跟大家发表的这么一个观点，15K 比特币多单有在抱的朋友，也可以看一下美元指数20年8月份的走势，当时 KD 也是在20下方超级弱势的一个区间，就是这个位置哦，跟现在的这个位置是不是非常的像，非常非常的弱？这是周线哦，周线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空头趋势，就是类似这个位置。如果担心比特币会不会再回撤，那你就要担心美元指数到底会不会有大幅度的反弹。像这种过20的时候，它周线会有这种相对比较大的反弹，但是最终趋势还是往下。所以昨天在这个位置给大家发表的一个观点，你如果担心比特币到底会不会再下去，那我的观点是，整个日线其实并没有看到有什么败象啊，只是目前回到布林线轨道内，日线的指标并没有败下。这一波起底于整个日线的一个背离，那它有没有可能涨到某个位置，或者是回撤破80？然后我的观点还是一样，你要选择站在买方，继续再上去。因为昨天视频的封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昨天视频的封面也是用21年7月份的一个形态跟目前的形态去对比。这个位置的上涨可能只是21年7月份这一波上涨刚开始启动啊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现在的一个走势，这一波飙涨的走势也是跟大家讲了，第一次把 KD 指标进入80上方，而且是4个半年才有这么强势的一个进入80上方，从来没见过，所以现在的飙涨就类似去年的7月份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1年的7月份啊，就这一个位置的飙涨，它进入80上方，有压回这么深的位置，时差你要找时差的位置去买，这种位置去买，它还会有高点，甚至还会过历史新高。那其他的币种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太坊啊，以太坊也是跟大家讲了几天，现在是在这一个区间里面来震荡，上方的压力就是这个区间啊，已经讲了几天嘛，就是前面的这一个高位的一个区间，或者是这一个区间，主要是因为受到2022年6月份的这一个破位的位置，这边是有一个矩形的压力区，所以目前是不是在这边蓄势横向一段时间，到时候看会不会突破，因为我感觉整个形态其实都还可以，就类似一个杯子的这个结构，或者是趋势目前也出来。那短线上如果要做，我的观点也是不变啊，你可以观察一下布林线，其实目前4个小时它也是在震荡4个小时，你尽量观察这一次有没有可能破中轨。比特币为什么给大家$20,300，也是担心它4个小时会不会破中轨。那还有一点，1个小时其实这一次先不要看下轨了，你就观察它会不会破到这个1500，看还有没有买点。那然后狗狗币我们观察一下，它目前可能还在这一个区间啊。我的观点是你尽量观察吧，有压回的低点，这几天也是在跟大家讲，它有没有压回这一个矩形上沿来确认。当然整个中长线观点还是一样，就目前的周线这个位置去比对，有可能目前还是在横盘，那你就去观察这个位置的时间几周，17根左右啊。现在的一个时间是几周？现在才11根啊，所以我估计可能时间还会拉长啊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。